上一集我们降落佐贺机场后，马上前往佐贺市区，品尝好吃的佐贺牛，然后在前往黑川温泉途中遇见了了原湿原，最后在天黑前抵达了熊本县的黑川温泉，享受了温泉，也享用了旅馆好吃的日式晚餐。第二天经过阿苏高原，前往高千穗峡，一睹真名井瀑布的真面目。虽然没订到高千穗小火车，但也是要看一眼。再来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天安河原，最后抵达九州南端的鹿儿岛，一睹樱岛火山风采。早安，今天是第3天，我们要步行去城山酒店旁的城山公园。此处是鹿儿岛市可以远眺樱岛火山的绝佳场所之一。从城山酒店走过去，不用10分钟就到了。那边下面才有的。宛如来到台湾。都是台湾人。公孙树，哇，这棵超大。山顶目前被云雾笼罩，无法见到樱岛真面目。没关系，反正很近，傍晚可以再来看日照金山。好舒服哦。高速。第一站，我们要前往离鹿儿岛市车程约1小时的紫树。要先来鹤野港吃生鱼片中餐，位于道路休息站内。我们2个点了一样的生鱼片套餐，一份只要1400日元，有5种生鱼片，还有白饭汤跟小菜。我只认得出这应该是鲷鱼。然后这个是鲔鱼，都很新鲜。接着往回开去紫树，我们来这是为了沙蒸温泉。我们选了沙浴会馆沙乐。如果你被煮熟的话，不关他们的事哦。沙蒸温泉就是在这个棚子下方进行。哇，那沙子感觉超烫，还都在冒烟。我可能只能撑5分钟吧。沙蒸温泉透过将身体埋入被海岸温泉加热的沙子中，让全身彻底放松，并促进发汗。先来这里抽整理券。排队会叫号码，再决定要买怎样的套餐。我们要买毛巾套餐1800日币，可使用沙浴公共浴池，有浴衣跟纪念毛巾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就是在这个棚子下进行，建议时间15分钟。这个就是浴衣的样子，中间有个插曲。我换好衣服要出去时，竟然出现一个裸女走错路跑出来。我第一个念头以为我走错了，然后要被抓去警察局了吗？然后边喊着“すみません”往回跑。还好不是我的错。我们来到了池田湖大桥，这里是欣赏开文月的好地方。可惜这边应该要早上来，顺光比较美。现在逆光有点雾。这边就只有圈起来的凹槽处可以停1台车。欣赏开文月时，要注意2侧的来车，大家都开很快。
这是回鹿儿岛市顺路会经过的另一个景点——黄金鸟居。这边的大多数东西都被漆上金色，也可远眺开文月。你去问那个人可不可以换啊？投100块。哦，爱的喷水，牌子上说的哦，不是我说的。哇哦，这算是个蛮冷门的景点，除了我们，只有另一组游客来，但就当看开文月跟池田湖的风景也不错。小小停车场后面是往金丰龙神社的阶梯，也是个招财求金运的神社。金运上升台股快上5万点吧。回程走跟去程时不一样的山路，可以从半山腰看下面的海景，重点是车少到爆。我们又回到城山公园看樱岛火山啦。现在终于没有云，可以一睹真面目了。上方的云其实是它喷出来的烟吼。缩时摄影应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樱岛火山不断在喷烟中，我们要去市区觅食啦。继续吃鹿儿岛的黑猪，我们来吃炸猪排。这家店是味之600。这腰内肉看起来炸得外酥内嫩。我的里脊肉看起来也很赞。我们又跑来城山公园，我想看看能不能拍到火山喷发，但最后当然是没有。只好回旅馆泡温泉啦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旅程的第4天，我们要来鹿儿岛市的重要景点之一仙岩园。这是一座拥有近400年历史的绝美名庭，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反射炉遗迹，是炼制金属的必要设施，也是日本近代化的中心地点之一。仙岩园由岛津家第19代当主岛津光久于1658年打造，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大名庭园。右边是卖纪念品跟小吃的地方，这个是仙岩园的正门，在赌姬剧中曾为萨摩藩将库乌夫的大门。此为御殿，由岛津光久于1658年建造。仙岩园以可观赏樱岛和锦江湾风景的借景式庭园而著名，把活火山樱岛直接借景成了庭园的假山。让我们脱下鞋子，踏上榻榻米，走进岛津藩主曾经居住的御殿。大河剧《赌姬》便是叙述幕末萨摩藩主岛津骑兵收养了赌姬。他曾在仙岩园住过3年，穿梭在回廊间，你可以细细品味当年的奢华与精致。不论是藩主起居的浴室，还是洗手间，亦或是寝室，无一不透露出萨摩文化的深厚底蕴。日子看小而美的中庭，依山傍水。在这边啊，鹿儿岛处处都可以看到樱岛，因为樱岛真的超高。
最后不要错过里面的猫神社，这里供奉的不是一般的神明，而是当年随军出征的猫咪。据说岛津军队带了7只猫咪上战场，透过观察猫咪瞳孔放大缩小的变化，来推算精准的时间。虽然最后只有2只猫咪平安回到鹿儿岛，但它们也因此被尊为神明供奉在这里。一个早上留给仙岩园的时间刚刚好，要进市区觅食了。我们来到了面屋罗姆，开门。这间有名的是鸭肉拉面。我们各点了一个盐口味的，跟一个酱油口味的。你看这个鸭肉，厚度诚意十足，而且很嫩，一点都不柴。再看看这 Q 弹的面条。下午我们要去爬南九州第1高峰韩国月，之前已经有先上片了，还没看过的赶快去看看，不要错过韩国月山顶火山口屿对面活口湖的美景。欢迎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9州行程还没结束，我们下集见。